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小米的董永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快应用的冶金之路，对快应用做一些基本介绍。首先，我们来聊一下背景。2016年的中国互联网报告提到了两个现象：第一，国内基本每个用户都至少拥有一台智能手机，这意味着用户智能手机的一个增长覆盖速度是在下降的。其次，国内的一些超级应用都拥有数亿台对应的用户覆盖，而这些用户覆盖可以产生很多的流量，从而产生一定的变现效应。那围绕当时这个时期，围绕这些用户是如何提供对应的服务能力呢？那基于对应的技术支撑情况，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用户去下载并安装一个应用，而一个应用的体积往往都有50兆，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好的体验。第二，用户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中搜索、查找，并去观看内容，完成一个体验，而这种体验也不是一种好的方式。那么，什么是快应用呢？快应用是一种新的，希望用户能够在各种设备上进行一个应用的快速体验的一种能力。所以它有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快应用是一种新的应用的生态，那么它类似于对应的 Android 的应用生态系统。第二，快应用中的每一个应用，它的体积会非常小，所以它的下载速度会非常快，通常来说只有不到500K 的体积大小。第三，它不需要安装，当用户在场景中去点击一个链接，就可以完成一个应用的下载，并且直接进行一个运行的能力。那么这里一页主要展现了快应用的一个应用分发的形式，它围绕两类角色去进行一个拓展。开发者利用快应用提供出来的开发规范，进行快应用的一个应用开发，然后接着完成一个应用的构建和编译能力，最后进行对应的后台上传，一直放到对应的应用商店中。第二类呢，用户在各类设备上通过对应的场景和入口去下载应用，并且在对应的快用平台中进行一个渲染，从而达到一个服务能力的一个体现。那快用它整体上来说，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为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性能体现，它分为对应的编译时和运行时。那编译时的主要工作是构建，它将开发者对应的一个快用的项目进行一个构建，得到一个 zip 包的一个产出物，我们称之为 RPK 包。然后呢，在对应的运行时，将对应的这个 RPK 包放在内存中去进行一个渲染，得到一个动态的一个界面，然后在屏幕中展现出来。这一页主要介绍了快用平台的一个架构，我们可以自底向上分为3层。首先是下面的操作系统层，我们不会去改变。其次是中间的一个应用框架的一个渲染，图中的红色的文字展现了这个核心的几个模块，比如说 JS 运行时、渲染引擎、JS 引擎、生命周期、系统能力暴露，以及对应的上层的开发者的 DSL 的这种多种能力的一种展现，一直到最后的最上层是对应的开发者这一侧，开发者通过去写代码完成一个逻辑和 UI 的一个展现的一个能力。那么快用希望能够借助于更多的前端开发者，所以它的一个开发体验也是大概类似的一个前端 Web 页面开发的形式。开发者可以通过像类似于 DevTools 的形式，去对 UI 界面和对应的 JS 代码进行调试。这一页主要展现了快用的一些如何去进行开发。
左侧的这个图中主要描述了快运做的其中的一个页面，它的代码是如何去进行组织的。我们分为对应的模板、样式、脚本3个层次，然后在这3个里边分别定义对应的内容，完成一个开发。它的形式和对应的前端开发会非常相似。我们以前端最为著名的 To MVC 示例去进行了一个快用版本的开发。大家可以点击链接中查看具体的代码内容，同时也可以看到现在的线上的一个实际效果。快用呢，现在已经在很多的设备上可以运行起来。以小米为例，在左侧的图中展现了在小米手机中的一个运行，比如说在负一屏的卡片中，以快运的形式进行内容承载，以及点击卡片中的内容打开一个具体的应用，而这个具体的应用也是可以利用快应用来进行一个服务内容的一个展现。右侧的这个图主要显示了在小米的电视设备中去运行一个对应的快应用的一个产品，比如说，这是一个必胜客的外卖订单的一个效果。这页主要介绍一下快用的历史。最初是小米这边建立了对应的一个快用的一个能力，我们在2017年去邀请对应的开发者参与内测，同时呢，后来到2018年。由国内10家手机厂商共同组建了对应的快用于联盟，给开发者统一的开发规范，同时覆盖国内数亿台对应的用户设备。这些厂商包括小米、OPPO、vivo、华为等等。一直到2019年，快应用加入了 W3C Mini App CG Group 中。这一页展现了快用联盟它的一个官方站点以及相应的一些官方的文档的一个展现地址 doc.quickapp.cn。那么截止到现在，快用已经经过了3个年头的发展，我们已经开始覆盖了很多的规范，比如说一个应用的结构定义，以及它的 UI 渲染机制，以及它的系统能力的暴露，还包括比如说 i18N 多语言国际化等等更多的一些规范，大家可以在官方文档中进行一个查看。那快运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户案例呢？在这一页中，我们展现了快用在手机中它的一个快用的一些应用的展现。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快应用微博的一个能力展现。第二个是携程快用版本的一个能力展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性能表现还是很棒的。第三个是汽车之家的一个应用展现，它去加载一个页面的时候会非常快，并且它的滑动效果也是很好的。那除了在手机上，快用也可以在电视上进行能力的展现。那么除了在手机上之外呢，我们将手机上这种能力也同时可以移植到对应的小米的智能音箱上面。大家可以在智能音箱上面去感受一下快用的一个能力体现。小爱同学，打开必胜客。好的。当用户去体验对应的必胜客外卖时，它是一个即时下载，并且进行即时渲染的一种状态，从而满足一种即点即用的一种能力要求。同时，它还支持对应的语音服务。清空购物车。购物车已清空，看看还有别的需要吗？那除此之外呢，快用还将对应的能力
移植到了对应的车机上面。在这一页中，主要展现了一个车机上面的快用的一个渲染情况。那么，今天围绕快运的一些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